Hello， 大家好，我是罗老师，很开心又来到我们的这个跟Sean一起来讲大陆的两岸时事的部分了哈。我们今天呢要来讲一个，就是我其实有收到一些私讯啦哈，就是说大家如果要那个跟罗老师联络的话，其实很简单哈，老师的 IG WINLAW8888啊，那你可以在那边私讯告诉我哈。那有很多的对岸的年轻人其实都告诉我，他对于大陆的未来其实是很担忧。其实真的是很担忧、哦，你应该要担忧的。你应该要担忧。然后呢，他在问我说，到底要不要润学到底要不要出走就对了。英文 runology 就是 right now， 是不是？到底要不要 now or never 对，到底要不要跑这样子哈？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来聊一下了哈，就是大陆2023年或者甚至是2023之后的一个经济的一个展望。好，那我讲一个小故事啊，就是老师呢曾经在那个不知道几年前我忘记了，反正是好几年前，曾经去跟那个北大的学生有交流过然后甚至我们晚上还出来吃吃喝喝啊，聊天啊，干嘛这时候呢，就是反正酒喝下去了之后就可以讲真心话了嘛，对不对？就开始聊，我就问他们说，这个大陆的这些精英分子为什么可以接受就是中共的这个专制统治这其实那时候就有问他们的了那就是说，奇怪，因为理论上你越聪明的人，应该就是越爱自由嘛，对不对就是理论上是这样子的那这些北大的这些精英学生，理论上你们应该是会比较走向反专制的为什么你可以接受共产党这样的一个统治？他就回答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了。因为他就说，因为现在只有共产党可以带领中国把经济搞起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句话。简单来讲，就是我可以接受你的专制统治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让我过得还不错的日子。下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再也不行呢？对。所以才有这么多的年轻人，他现在来那个问我啦，对不对？他是其实很担忧嘛。现在因为中共的这个最大优势现在已经不见了，现在已经不见了那对岸的这个经济成长率，据说啦，2022是大概3%左右。这个是根据很多的数字美化之后的结果。对，那事实上我们是觉得说应该是3%应该不到没有负的就已经很好了。因为你看香港那个上海那个风控负成长是真实的数据，负成长是必然的，只是负多少而已。负10%我觉得都很正常。都有可能因为你看它房地产基本上现在都打7折，不是腰斩就是房地产，当你讲的是终端售价，但是如果说你看整体的财经，包含说以房地产为龙头、火车头的，几乎全部都是垮成一片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呢，请Sean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就是未来2023之后，中国的经济到底会怎么样的发展那它的一个优势在哪里？它的劣势在哪里？然后呢，到底该不该 run 那请那个Sean来帮我们做一下分析这边回答各位小伙伴，然后就对岸的各位小铁老铁对老铁们，老铁小铁如果要 run 的话，此时不 run 更待何时？It's now or never。那原因在于说，接下来的几个指标，我们看到，我跟罗老师看到都是非常不乐观的第一个是我们讲到这个中共最喜欢讲的就是我们有人口红利然后中国是非常勤奋、勤恳恳的这个民族，但人口红利已经不在了人口红利不在，原因不是因为中国人这大陆人全部整体都已经这个薪资都成长到多少？没有，实际上你如果把真实购买力算进去的话，还有这个通货膨胀算进去，整体大陆人的人均收入其实并不高的，所以这个人口红利依旧存在。可问题是它被什么东西侵吞掉了？就是因为整个房地产跟这个你说 M1 嘛，这个经济增速跟那狂印嘛，就是跟美国学的嘛。风控，对，风控其实风控是最重要的，狂印，然后再加上这个东西全部总合在一起之后，然后呢，整个倾到整个民用跟所有市场里面的结果就是这样。然后好死不死有遇到这一次的3年的疫情，那你如果没有整个大爆炸出来，对，没有遇到疫情，那可能还好一点。遇到疫情好也没关系，至少整个这个中共治下的疆域是够大，人口够多。可问题是又选择了最糟糕的延缓2年才进行解封。那
然后所有的钱全部都往风控的方向去涌过去的时候，最赚钱是谁嘛？大家都很清楚嘛。PCR，哎呀，当然对岸叫核酸啦，对不对？医疗产业啦，核酸医疗产业，然后这些人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些裙带关系才可以做？对，哦，那这些真的是赚到翻掉了。对，那赚到翻掉了。那反过来的受苦受难是谁？我们先不要讲说人民受苦受难一定很清楚嘛。那今年2022年毕业跟2021年和2020年毕业的人的失业率20%，每一年哦各自都20%，我觉得都算少算的。啊，因为很确定是2021年的人，他们那一年他们毕业的人数应该18点多%，18多个点的失业率。对。这些人全部累积在，而且连那个什么985，包含985，对，双一流，211全部都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因为我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了哈，就是过去这20年来的中国的经济起飞跟高速发展，其实都来自于外资。这一点你必须要去承认啊，对不对？因为外资不管是日商、韩商、德商、法商、美商、英商一直进去，好，那当然还有台商跟港商，不断的投资，才有这样子的一个经济荣景哈。可是呢，在3年的疫情之内，这些人基本上全部跑光啊，甚至连自己大陆的，因为我前几天看到一个报道嘛，对不对？因为非常多的中国富豪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移民新加坡。来举一个例子，老师刚刚讲的，大家有没有看过康熙大帝、雍正大帝？有没有？还有最古老版的三国演义》里面演诸葛孔明的那个唐国强，就最有名的雍正大帝。据说好像也润了，对，然后有人在美国海关看到他啊，据说了，他可能去玩啊，对不对啊？他可能去玩，但是呢，你也不得不承认一点，就是说真的，那种就是所谓的有钱人啊，都是不断的在往外跑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好像我说实在传给我的这些学生们，其实很多的都是对岸的很优秀的这个大学生那他们提出，因为我说实在的，因为你要能够润要有一点条件对你也不是说我就是一个死老百姓，然后我怎么可能润，对不对？因为大三的孩子是润不了的。对，因为你要移民，基本上2个嘛，一是投资移民。像那个就是有钱人，超级有钱人。另外一个移民就是所谓技术移民。那技术移民，老师你讲的太远了。我们先高阶人才不是。你要润，第一个你要先有护照。他不给你怎么办？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这么简单台湾人会觉得他怎么可能没有护照？香港人会说，點解冇護照嘅？有。你問新疆跟西藏的居民，他们要申請護照，有一些要花3個月以上的時間，他才不一定辦得下來对。然後接下來討論剛剛老師講的你是什麼條件？你有什麼家裡有沒有家財萬貫？有幾棟房子？說服歐美其他國家的海關你應該有足夠的條件，會回到中國內地，然後不會停留在那邊當黑戶的移民這樣子對。而且說實在的，你要有這樣子的能力的話，通常你比如說應該是電機系或資工系，像這種就是所謂高階人才，而且是國外要的所以說他們會這樣子跟我那個，一定是有他的一個非常非常深的一個疑慮啦那所以說，我們對於未來的對岸的這個經濟的發展基本上呢，就是我們剛才我跟徐剛討論出來了就是2023之後的中國經濟基本上叫做崩而不潰。就是你要說它會真的崩潰也很難，因為中國內需市場夠大，它可以撐住不倒，但是往下崩應該是必然的一個傾向跟趨勢你到底要不要回到之前比如說疫情前的那樣子的一個，甚至是真的回到胡錦濤的時代、江澤民那個時代的那個改革開放跟那時候的一個言論自由也好，或者產業自由也好了因為很多有錢人其實跑其實就是因為那個對岸正在做這樣的事情嘛，就是什麼國際民退，然後呢就是共同富裕，有沒有有錢人聽到共同富裕這4個字就會怕了嘛，他只要富裕就好。對，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濟貧嘛，對不對？你看一下馬雲淨身出戶，對不對身家大概打了4折。劫富是真的啦，是不是濟貧就不知道了，就不一定了，很大的一個問號對，你今天是在大陸的這個年輕人，你該怎麼辦？那希望再給我們一點建議。大陸年輕人如果不潤的話，其實就有幾個很明顯的方式。第一個，因為國進民退的這個大前提是很清楚的。那在
国进民退的原因其实是中共他一直在表现出来说他都在做这个下棋的棋手嘛，但实际上棋手也有分等级啊。你去看中美的对弈的时候，其实很明显，美国永远都站在主动方，就跟美国跟俄国互动的时候，也是美国一直都是主动方，而且占尽优势，都很明显。对，占尽优势的主动方。那国进民退的这个大前提，就是因为美国要进攻嘛。那中共就必须要防守嘛，那防守它必须有足够资源，掌控在政府的手里面，才有足够的这个。因为你今天如果是私人企业的话，是抵挡不住美国的这个攻势的。你只有把它变成公营企业，政府可以100%掌控，这样子才有可能对抗那个。对，就是棋子要在自己手上嘛，对不对？那在这样状况底下，那你已经没有什么人再去做创造的时候，创造足够的价值，因为这已经不在讨论范围之内。那又怎么只能做？变成现在淘宝跟支付宝上面有一个之前传过一阵风，叫做时尚的风气，叫做听局风。有没有听过？什么是听局风？听局风就正厅级跟正局级的这个中共的干部会穿的那个样子。哦，就像是现在这个习近平主席，他就穿的这个，也不是穿西装，就是有看起来有点像西装啊。对，像是公务装，但是他也没有打领带，然后但是看起来这个人是公家单位的人。对，那为什么要走听局风，然后就是往公务人员去进发呢？就变成公务员，因为公务体系才是在这个整个经济之下分蛋糕的那个人。对，然后他是绝对不会让你那个失业的。对，我举一个例子，之前上海跟这个武汉等封控的地方啊，这个清零的时候，权力最大的是谁？谁？守在小区门外面那一个警卫，他决定了你可不可以出去，你要不要出去嘛？你能不能出去？我说不准就不准，我是那个警卫啊，我说不准就不准，我说可以就可以。执行风控那个人，大家有没有听过小鬼难缠啊？无惧阎王，小鬼难缠。这就是这句话。了解。所以你是建议他们就是尽量往公职去靠？其实就算不用我讲了，大部分台湾两岸的同学们他们已经在做了。台湾其实考公务人已经红很久了。我前一阵子好像看到一个新闻，好像就是一个大陆的职位，然后400-500个人去抢一个不是4-5千个，你确定不是4-5千？还是4-5千个？我可能忘记了，反正就是几百个、几千个抢一个职位这样子，而且抢的人可能都是双一流，有双一流，还有博士哦。那台湾也有出现，其实台湾也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什么清洁队有没有？博士候选人，博士已经拿到了，他跑去考这个什么消防员啊、清洁队啊。所以大陆现在看台湾就是消防队员还是正公职哦，而那个清洁队员是约聘雇，他是准公职而已，就已经是硕博士去抢。那现在的对岸呢，显然面临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那个年轻人的一个失业危机啊！我要看到几个消息，比如说什么非常大的那种超级厉害的企业开始裁员，有没有？京东啊、华为啊、小米啊，然后阿里巴巴跟腾讯嘛。对，像这种就是头部企业双一流的大学，它一定想要挤破头都要进去的，结果他今年不但没有增人，反而还裁员10%、20%这样在裁啊！我看到网络上很多消息，就是说他明明就已经谈好了，就是比如说我已经是清大的嘛 ，offer 冻结，对，然后我要进去，然后你也都说好了，说好 ，OK， 啊，结果奇怪 ，offer 怎么等了2个礼拜都还没来啊？后来直接就那个没有 HR 都走人，对，连 HR 可能都被裁掉了，也被裁员了。对，你不是说要用我啊？对不起，我离职，我也要走了，是不是？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啊。好了，那就是尽量能够往公职去啊，然后呢，要么就是可以找一些国外的这些，因为我说在投资移民，基本上能够投资移民的，基本上都已经去了，所以说你们应该找的是技术移民啊。技术移民的话，几个职业提供给大家了哈，但是这个东西大学是不会的，水电工啊，所以说你现在如果是要出国移民的话，水电工我告诉你抢着要，对，哪里都要，对，全世界抢着要。第二个就是护理师啊，抢着要，到处都要，对啊，那不然就是你必须就是要有那个什么电机系的啊，电机系那种就高科技业啊，要不然就是怎么资工系，你会写程式的，对啊，这种的你有这样的专长，哇，你那个要移民就会非常简单哈。那最惨的就是文科生。
其实也不会啦。那我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选择给对岸的小铁们啊。如果说你现在大概就是我刷大概30岁以下啦，29以下的话，你可以试看看另外一个叫澳洲打工度假。那澳洲打工度假呢，为什么你会是一个你的选择？原因在于说它的年龄限制没有很大。另外一个，澳洲现在极度缺工，而且澳洲一直以来传统都是一个需要移民的国家。你有没有想象啊？一个上海市1000倍国土的地方，大概它是全世界第6大国家，但它的人口跟上海市是一样的。所以你会发现，它的人口理论上应该跟美国是差不多 size， 至少可以养1亿人以上嘛。只是它2600多万，一直是有条件的限制移民这样子。它是限制，那以前有白澳政策嘛，但现在就没有，因为它现在是不歧视的，那全部人都去。那像也刚从那边回来嘛，发现其实那边人整体去那边的人我发现都很健康，红光满面呢。像罗老师跟像这种常常鼻子会呼吸过敏的，去那边奇怪都不药而愈啊。对，空气好，水又好，然后食物要健康，因为全部都自产自销，然后还多了还可以往外再输出这样。对，所以说真的澳洲是可以考虑的一个好地方。对，而且重点是，如果我知道大家对祖国心有祖国，爱国心不灭嘛，对不对？但你要想看看啊，你如果爱国心不灭，他就不会润了啦。没有，他还是爱国啊，他不一定爱某些党派嘛，对不对？哦，他希望对，好，这大家也要知道一件事情啦，就是说国跟党是不一样的啊。对，但是他们尽量把这2个洗成一样。Sean 很爱台湾，但是我从来不爱民进党哦。Sean 很爱台湾，但我也爱中国，但我从来不爱国民党哦。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哦。所以你要知道Sean不会爱哪一些党派了哦。对，好，那爱国跟爱党是不一样的。对，那你如果区分出来，你如果爱中国的话，因为我说实在，他就算出去，他家人还是在大陆。不一定。哦，但是有办法把全家都弄出去，那个要对了，但是这个就一个个拉出去嘛。但回过头来，你若爱国之心不灭的话，你在澳洲你也可以爱国啊。为什么？你在那边，比如说你做的很多东西，你是做，比如说你做这个进出口啊，进出口制造，你一样可以做那边的嘛。把大陆的东西引过去，或者是说你那边找工作找进出口的，或者专门找一些公司，它是跟中国有往来生意的嘛。那你也可以帮忙嘛，对不对？对，或者你在那边创业，然后做一个进出口公司，专门对内地、对大陆输出一些这个优质的产品，这何尝不是帮忙呢？对不对？对，所以说啦哈，就是说，爱国不应该在本国啦，对不对啊？但是呢，这在2023之后，其实不是只有中国的经济崩而不溃啦，全世界可能都会有一波的一个不景气。这是迫在眉睫，迫在眉睫啊！千万不要以为什么疫情过去了之后就会什么生意盎然啊！我觉得是很难呐那这个情况怎么解决？那个我只能说大陆必须要改变它的这几年来的一个政策，但是我看起来他们有要改变因为美国态度就在那边嘛。对，但是你能不能够回到江泽民或者是胡锦涛的时代？真的有办法再次引入外资啊！我还是那句话啦，就是你必须要再次引入，因为外资是促进那个中国这20年来可以飞升的一个关键嘛。那你今天3年的风控让这些外资都吓死啊，对不对？都全部跑出去了那你怎么样再把他们再吸引回来，对不对？但是美商跟日商应该是不可能了因为甚至连台商都有点不可能了。我说实在的。很多台商真的这一次那个上海风控吓死了，就是真的就是完全受不了，然后就回来了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只能给大家一个意见啦，就是大家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了，哎呀，很长的好日子马上又要让大家过了，所以呢，大家好自为之啊，这个会比较辛苦一点。那尤其是你这3年是正在考研究所的，或者考大学刚毕业的。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该找到什么工作。对，就是我没有办法给你什么盼头啦。那只能说国外的那个技术移民可以去参考一下，看你有没有符合哪些的，可以在国外找到工作，然后就可以过去的哈。这个我们倒是可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加入我们那个才向女说的那个脸书的社团哈，然后你可以在这边提问，我们也会很乐意的回答你这样的问题哈。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Sean来到我们节目那大家
对于那个两岸之间哈，因为我们两个的频道就是在讲两岸之间的关系嘛，对不对？有什么意见也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想要听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的解说，也欢迎多多留言、订阅、按赞、分享，谢谢大家，拜拜。拜拜。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罗文好公民频道已经开启加入会员功能咯，只要加入会员，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会员专属影片。那如何加入呢？只要点击影片下方订阅按钮旁边的加入会员功能，就可以看到许多的专属会员的功能介绍哦。制作影片非常不容易，需要大家多多支持，谢谢大家。